如果有个人突然号召天下，说在某个地方藏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宝藏，谁先找到就归谁所有，你会去寻宝吗？这样一夜暴富的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。但反过来想，奖金如此丰厚，不得竞争个头破血流吗？就在13年前，有一个老头宣布了自己藏了一个装满金子和珠宝的箱子，结果引得上万名寻宝者争先恐后的进入荒野。没想到的是，宝藏倒是没找到，换来的却是5人为此相继而送了命。有人批评这老头是个骗子，压根就没放什么宝藏，故意戏弄人。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？宝藏到底有没有被找到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现代寻宝活动。弗雷斯特·芬恩是一位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艺术品经销商，也是寻宝活动的发起人。在1988年之前，弗雷斯特都过着富裕的生活。他早年在越战期间是美国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，业余时间喜欢跟随考古队前往不同的国家挖掘文物。服役期间，弗雷斯特不仅获得了很多荣誉，也从许多生活潦倒的艺术家手里购买了雕塑等艺术品。退役后，弗雷斯特便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开设了自己的艺术画廊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弗雷斯特所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，还都极其珍贵。据说当时他每年的收入就高达600万美元，身价一年比一年高。可是就在1988年，弗雷斯特被诊断出患有肾癌，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深知留给自己的时日不多了，可这么多藏品，他该如何处理呢？这不，现实版的寻宝活动就诞生了。弗雷斯特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准备奖品。他用一个来自12世纪的罗马式密码箱，里面装满了珍贵的文物，比如前哥伦布时期的黄金雕像，镶有红宝石和祖母绿的古董珠宝，史前的金镜子，用玉石雕刻的中国古代面具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他在箱子里面还放了一些金币、鸡蛋大小的金块，以及一个密封的小玻璃罐，里面装有弗雷斯特用极小字体写成了2万字自传。反正在这10年的时间里，弗雷斯特陆陆续续的往里面加塞东西，到最后宝箱竟然达到了18公斤重。其实弗雷斯特的原计划是与这些宝藏一同长眠于深山，可没想到22年过去了，癌症并没有真正收走它。而当时美国正面临经济大衰退，为了给大家一些希望，2010年弗雷斯特正式对外宣布自己在某处藏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宝藏，谁先找到就能够一夜暴富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出版了一本书，名叫《追逐的刺激》。据他透露，里面有一首诗，暗藏了寻找宝藏的路线图，只要找到9条线索，就能找到此宝藏。那下面是诗的内容，想研究一下的朋友可以自行暂停一下。其实之所以这位富豪会如此特别，和他从小就爱读有关于海盗、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冒险故事有关。他希望更多的人前去探险，体验到荒野的魅力。而消息一出，立刻引起了大批狂热的追随者。有些人不惜辞掉了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寻宝事业中。很快，网络上出现了专门讨论宝藏所在地的论坛和网站，每天都有不少大神剖析这首诗。他们详细研究了每个单词，做出了各种解析，并进行各种尝试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不仅仅是寻宝游戏，更像是解谜游戏。虽然竞争对手颇多，但并不妨碍寻宝者在论坛上分享自己的进展和见解。论坛常年热火朝天。据分析，这些宝藏被埋葬在落基山脉海拔5000英尺的某个地方。其中，弗雷斯特还特意提到，要从温暖的水域停止的地方开始狩猎，然后在峡谷当中找到它。对于这句话的深意，许多人都认为，宝藏所在的位置就是落基山脉的众多温泉之一。不过还有一部分人相信，这代表河流内温水变成冷水的节点，因为弗雷斯特平时喜欢钓鳟鱼，而鳟鱼只喜欢待在冷水中，通常在溪流和某些特定的地方，温水会变冷，就能找到鳟鱼，这就能和温暖的水域停止的地方这句话联系起来，也标志着寻宝之旅的开端。当然了，寻宝者各有各的看法，他们也因此踏上了不同的寻宝之旅。据统计，大约有数万人参加到了这个寻宝游戏中。没办法，财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，许多人怀着一腔热血出发，却对即将面临的荒野场景不知所措，大多都败兴而归。与此同时，弗雷斯特每天都会收到数以万计的邮件，都是在打听宝藏位置的。更有人跟踪了弗雷斯特的孙女，设法获得宝藏的准确位置，最后锒铛入狱。而最可悲的莫过于有5个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不幸遇难。2016年1月5日，54岁的寻宝者兰迪·比利尤带着小狗，乘坐着小木筏前往圣达菲西北部的格兰德河。10天之后，他被报告失踪。然而，除了兰迪的狗和木筏，搜救队并没有找到其他的东西。直到7个月后，兰迪的骸骨在格兰德河沿岸被发现。为此，兰迪的妻子痛骂弗雷斯特是个大骗子，更是直指寻宝活动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。另一位遇难者名叫埃里克·阿什比，
他从小就爱冒险，喜欢户外运动。2016年，艾利克告诉父亲自己要搬到科罗拉多州，准备追逐弗雷斯特的宝藏。然而1个星期后，父亲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原来在寻宝过程中，艾利克不幸淹死在阿肯色河中。电话是艾利克的同伴打来的，他们3个人组成了临时小团体，还提前写好了合同该如何分配宝藏。事发当天，艾利克声称自己穿越过阿肯色河有数十次的经验，所以没拿救生圈，独自上了木筏。随后，同伴只看到了一只空木筏，不见他的踪影。艾利克很有可能是被激流冲走了。果然，他们顺流而下，发现了艾利克的尸体。然而，悲剧尚未结束。2017年的夏天，又有2名男子死亡。杰夫·墨菲在黄石国家公园的悬崖意外失足坠落，当场死亡。大约在同一时期，一位名叫帕里斯·华莱士的科罗拉多州牧师出发前往格兰德河搜寻宝藏。他在水位很高的时候选择了独自过河。4天之后，他的遗体在格兰德河下游几英里处被发现。最后一名遇难者是53岁的迈克尔·塞克森，他确信自己掌握了正确的宝藏位置，那是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边界的恐龙国家纪念碑。迈克尔曾经去过10几次，但这次需要有人帮忙开车，于是叫上了好朋友史蒂文·英洛。2020年2月下旬，本以为只需要徒步3-4个小时，于是迈克尔把大部分补给品都放在了卡车上，他们租了一辆雪地摩托就出发了。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些糖果、几个能量棒和少量的饮用水。然而，真实的徒步距离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远。他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，已经精疲力尽，但又迷失了方向，被困在了冰天雪地里。更可怕的是，即便爬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，迈克尔都找不到信号进行求救。由于过度缺水，史蒂文甚至开始喝起了自己的尿液，而迈克尔拒绝如此。2天时间，他就因为体温过低而去世，而史蒂文最终等到了直升机救援。接二连三的意外死亡事故使得新墨西哥州当局再也坐不住了。警察局长要求弗雷斯特赶紧停止这场闹剧，但遭到了拒绝。弗雷斯特坚称宝藏没有放在危险地带，不需要大家挑战极限，况且任何户外活动都伴随着风险，这是每个寻宝者都该有的觉悟。其实每次意外发生的时候，弗雷斯特都很难过，他还参加过多次搜救行动。鉴于多起意外事故，弗雷斯特特地发布了一个声明，明确指出宝箱不在水下，不在格兰德河附近，不需要移动大石头或者极限攀岩，而且它也不在人造物体下。最重要的是，宝藏是弗雷斯特亲自放下的，这说明了这个地方是连一个带病老头都能够轻松达到的。所以不要想得过分复杂，谨慎行事。显然，意外事故没有吓退勇敢的寻宝者，他们继续在落基山脉徒步旅行，希望自己是那位幸运儿。当然，由于宝藏迟迟没人找到，很多人开始怀疑活动的真实性，甚至还有人辟谣弗雷斯特一直在暗中观察，每次有人接近宝藏，他都设法将其转移，搞得风波不断。终于在2020年的6月，弗雷斯特正式宣布宝藏已经被找到，寻宝游戏正式结束。一夜之间，多少人的报复梦破碎，他们气急败坏，感觉自己被耍了，试图起诉弗雷斯特和这位身份不明的发现者。但很快，弗雷斯特发布了一张照片，是对方发给他的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。另外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破坏规则，更换宝藏位置，弗雷斯特在宝箱被找到后，第一时间联系了黄石国家公园的首席护林员莎拉·戴维斯。他告诉对方宝箱曾经的位置，询问这地方能容纳多少人流量。莎拉考虑再三，认为这地方不具备应对大客流的能力。为了不破坏自然风光，所有知情者都要继续保密。所以，即便寻宝游戏结束，弗雷斯特依然不能透露具体的位置。半年之后，发现宝藏的人主动曝光了自己的身份，他就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杰克·斯图夫，还是一名医学生。其实他直到2018年才知道有这场寻宝游戏，立刻就来了兴致。杰克从小就很喜欢解密类的电视剧或者书籍，这寻宝游戏直接让他回忆起了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梦想，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。要知道，医学生的日常枯燥乏味，杰克本就对此不感兴趣，于是利用碎片时间，他开始潜心研究弗雷斯特的自传书籍，包括有关于他的采访，从而深入了解了弗雷斯特的性格和动机。因为担心失败后会被家人朋友嘲笑，杰克所做的一切都是保密的。没想到2020年6月6日，就是那个星期六，杰克花了25天，终于在怀俄明州找到了宝箱。他激动不已，当天就开长途来到了圣达菲，找弗雷斯特证实。起初，杰克并不想透露身份的，但事后弗雷斯特遭受了太多的谩骂和争议，即便他发出了一些照片，仍然有人不相信。到了7月，弗雷斯特还与杰克讨论，或许应该透露发现他的模糊位置。但同年的9月7日，弗雷斯特在家中去世，享年90岁。大约2周之后，杰克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纪念弗雷斯特。他借此机会透露了许多发现宝藏的线索，但杰克始终没有说出具体位置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。另外，为了保护隐私，杰克只透露自己是个学生，还需要偿还学习贷款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解释，总有人会抱有怀疑。有人觉得杰克斯图夫的身份是伪造的，文章很有可能是弗雷斯特的孙子发布的，或者是弗雷斯特在生前早就写好的，就等着去世后公布于众。
其实对于富人来说，这点东西还犯不着兜这么大圈子戏弄人。游戏总有个最后的赢家，还是要尊重规则。事实也证明了，莽撞不等于勇敢，实力加运气才能成功。在看了有关于弗雷斯特的采访后，我倒是觉得他本身就是个爱冒险的人。他希望利用财富带动更多的人去落基山脉寻宝。虽然胜利者只有1名，也有人因鲁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非常可惜。但在此过程中，大家无形中都能感悟到自然的魅力。确实，在动荡的世界里，经济会衰退，唯有大自然始终充满生机。我想，弗雷斯特也想借此经历，希望各位寻宝者都能够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，勇敢地实现梦想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这场寻宝游戏是否有意义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